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这一趟准备要去日本看樱花，先来贵宾室吃个早餐。早餐的菜单好像多了鲍鱼粥，之前应该没有。之前都是用桌上的 QR code 点餐，我没注意过，原来中午之后的菜单好丰盛哦，还有挂包哎。你要吃面哦？我想吃挂包。没有，也是11点之后。最后的珍奶跟调酒也都是中午过后才能点。猪肉馅饼，跟它冰的，我不想吃冰的。它写冰心地瓜，是冰的吗？应该冰的吧。不想吃。看起来不好吃。还有什么烧麦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想吃的。这没有奶黄包。熟食区的餐点就这些，可惜没有我想吃的奶黄包。冰淇淋的口味有香草跟巧克力，但偷偷说，我最喜欢的口味是蓝姆葡萄。讲讲我们的餐点来啦！这有小鲍鱼耶，半个。你的是这个吗？好小哦，你的好小。哈，好少。等下可以再点。蛮鲜的。这个老邪真人参蜂蜜也是每次都会来一杯，感觉喝了就会充满元气的出去探险。我老公喝完太喜欢了，回家立刻叫我要买一些放在家里。这个鲍鱼粥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好吃，真的很鲜，很好吃。他们的牛肉面我通常都会点不要放面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。最后的下酒菜区，这一区我只喜欢这个果干，通常我就是会拿个2包。然后再带一罐水就可以走啦。这一次刚好搭到宝可梦专机，工作人员说枕头套可以拆走带回家。窗外刚好看到可爱的毽子草。这个贴纸是空服人员来打招呼的时候，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飞机贴纸。他说他没找到他们一般的飞机贴纸，只有这个宝可梦贴纸。这个贴纸质感很好耶，超级可爱，而且是那种厚度很厚的贴纸哦。
还送了大家一人一支皮卡丘的笔。这支笔虽然很好写，但是它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大漏水，毁了我的皮克敏包包。到达日本之后，我们是搭 Narita Express 成田特快进了市区。因为我买了 JR Pass， 搭成田特快的话就不用另外花钱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从东京一路北上到青森，明天到弘前去看樱花。今年的樱花提前盛开了，所以明天可能连花筏都看不到。但是我这趟就是非常想要看樱花，所以后天我们还会追着樱花到函馆去哦。成田特快的位置蛮大的，前后都有可以放行李的地方，搭乘的人不多，整体来说非常舒适。在东京车站买了这个章鱼的铁路便当，继续一路向北。大概3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终于到青森啦。这条路上看起来有超多餐厅和居酒屋，明天的晚餐就来这里解决吧。这次入住的是 Dormy Inn， 其实它离车站有一小段距离。我看上了它顶楼的浴场，所以选择了这间。柜台旁边有提供超级好喝的苹果汁哦。好喝吗？干杯！这里就是顶楼泡汤区，看起来很棒吧？还有一个不是大家都会用到的小小优点，就是他们有免费提供可以把刺青贴起来的贴纸哦，而且有提供超大片的。我给他们看我的刺青，他们就给我2大片。坐在这里休息，欣赏远方的海景也很赞。这边早上是提供养乐多，晚上是提供冰棒，泡完汤就可以来这里小小的享用一下。现在是早上5点，所以还没什么人。我真的强力推荐在早上的时间过来泡汤。有免费的按摩椅，太赞了吧！坐在按摩椅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享受悠闲的时光。墙上的装饰应该是奥入濑溪流吧，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。再往前走就是女汤了，当然是不能拍摄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官网的照片吧。他们有室内跟室外的浴池。这个桑拿房真的超级热，我完全没有办法走进去。室外的浴场还有2个大水缸，我人生第一次泡在水缸里。泡完温泉来吃早餐。这里有准备很多小波料理，沙拉跟面包也都有。这个苹果做的果冻甜点很好吃哦。
重头戏就是这里，自己 DIY 海鲜冻，干贝吃到饱。我们两个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到底要用哪个碗装饭。有黏糊糊的山药跟秋葵，海鲜的部分有干贝和腌制后的尾鱼。我们都很喜欢干贝，所以觉得这个早餐很不错哦。不过我剧透一下，后面我们去韩馆的早餐更赞哦。另外，这个辣味噌汤超级鲜美，很好喝，超级喜欢。吃完早餐就要出发前往红前去寻找樱花了。这台是开在武能线上的观光列车，从青森到红前其实搭一般的电车就可以了，但是刚好我们买了 JR Pass 可以免费划位，所以早上我就预约了这一班列车。武能线上有3台观光列车，车头这里有套章可以搜集。秋田白神、能代、東能代、森竹、到啦！那些应该是要去公园的，我们也要去。虽然刚刚看起来公车的排队人潮很多，不过樱花季都会加开直达红前城的公车，工作人员引导我们到3号站牌等车，一下子就上车了。花法，哇！我感觉远方有一点点花筏，打算先走过去看看。嘿，带着我的皮克明，出来探险。外豪，这里是外豪。外豪的樱花都掉光了，叶子长出来了，还有残存的一点点花法可以看的样子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，实在是太尴尬了。尴尬。好像每年最近几年看樱花都
不是很顺利。有一次我去华盛顿大学，就是西雅图那边看樱花，它提早开，去的时候就这样，也是都有点绿绿的，花法破破烂烂。然后后来我去年去釜山，樱花太晚开了，我去早了，也是没有看到厉害的花法，就这样，有点伤心，颜色不好看，很像草水膏啊。但没有关系，这就是人生啊，总是会遇到意外。这一次因为樱花提前开，本来没有打算去函馆的，后来也把函馆排进去了。明天出发函馆。红前程。粉红色的花，枝垂樱。要去哪里买票呢？很显然的，樱花都掉光了。不过工作人员说，天守阁周围还能看到一些樱花，所以我们往天守阁前进。好可惜啊，花瓣落在河上太久了，都变成咖啡色了，看起来脏脏的。好破。石墙正在修复中，今年秋天应该就可以把天守阁移回来了。你就站在这下面，我加一脚摆 pose， 我加一脚摆 pose。你不是要教我怎么摆 pose？ 你再摆。哦，不好看，走吧。啊，很美耶。
因为剩下的花实在让人不甚满意，所以我们决定离开了。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能看到满开的樱花爱心，还有两旁都是满满樱花的春阳桥。这里看很干净。在大正浪漫吃茶室的旁边有一个藤田纪念庭园，里面的小桥流水，好像可以把心里的杂音都洗干净。你说是吧，呱呱？在这片红与绿的安静中，不需要赶路，只是看着阳光穿过树影的空隙，就觉得能这样安静的浪费一点时间，也是一种奢侈。但我不是在浪费时间，我在后位，我前面有48组客人。后来瞎逛半小时之后，我们转战星巴克，刚好遇到日本星巴克有复刻一些热卖的 Frappuccino。这几天我喝了焙茶、草莓跟哈密瓜的，我觉得最好喝的是哈密瓜的。这一栋漂亮的建筑是红前图书馆。我觉得它的造型跟配色都很美，也算是体验了大正浪漫的风格。那盖完章，我就要放弃我的后位，前往其他地方觅食了。汉堡排 ，We love cheese 。怎样？我说这个我不喜欢，这是什么？豆芽菜。那你就点没有豆芽菜的吧？没有，那可以给你。我们都选了汉堡排加牛排的组合，我的还加了蛋跟凤梨。虽然是随便选的餐厅，但是我觉得味道还不错。凤梨酸酸甜甜的，可以降低一点点汉堡排的油腻感。然后他们还有附一个洋葱酱汁，可以搭配牛排一起使用。如果你刚好也来这附近，不知道要吃什么的话，这里我觉得还不错哦。吃完饭，我们要散步到美术馆。转角这间红砖小店是一家拉面店，感觉是一间历史悠久、很厉害的宝藏餐厅。
续往前走，遇到一间超级神奇的店。这里有超大的印章，他们还放了纸给大家盖。我只盖几个小的作为纪念，大张的纸我觉得很难带回来，会折到。有时候走着走着就会遇到好看的建筑，我想把它们通通收集起来。想画画又没有灵感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们画出来。走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终于抵达了红前练瓦仓库美术馆。馆内可以用手机拍照，但是不能录影，所以接下来都会用照片的方式来呈现。我们很幸运，刚好遇到全川石花也有作品在这里播放。这个放映室是在寄物柜的旁边，如果不想买门票进去看展的话，这里是还可以免费观看的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一楼的展区是山户洋的展览，他是奈良美智的朋友，也是他学弟。首先呢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他们是不是都很喜欢这种废弃的厚纸板啊？奈良美智很多作品都画在那种废纸上面，展览中你也可以看到山户洋拿这种废纸板做小房子啊、小房间的。另外呢，我觉得山户洋给我一种画布上的建筑师这种感觉，在他的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三角形啊、四边形啊这种房子结构的几何。另外呢，我很喜欢他的用色，我觉得有一种很温柔的感觉。这一幅是一楼的展览中我最喜欢的作品，作品的名称是《晚安》。我觉得是一种宁静的夜晚，躺在床上，然后向星星许愿这种感觉，感觉很安详，就是 peace 的感觉。现场还展示了他的工作室，我还以为艺术家的工作室桌上应该都是乱成一团呢。接下来就上2楼喽，2楼有大家都熟悉的奈良美智的作品。除了作品跟雕塑之外，我觉得2楼最厉害的是这个 Jailhouse 33又1/3，这是奈良美智学生时期帮学长一起装潢的摇滚酒吧。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奈良美智的照片，应该可以找到一张奈良美智站在这个酒吧前的照片，是一张黑白合照，然后是3个人的，大概像这样。如果你和朋友一起来，刚好有3个人，你们就能在这一栋前面获得一张同款的合照，我觉得会很有意思。不过我不确定这个护栏能不能爬上去，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下规定比较好哦。不过这一栋是可以走进去的，里面感觉还保留着30几年前的样子。光到
这里，我突然觉得好险，我在红前城没看到多少樱花，所以我才能在美术馆待那么久。果然，宇宙没给你的，都是因为它帮你准备了更好的。接下来是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，我很喜欢右边这一幅，它里面写的文字。虽然它文字的描述是在写为什么我们看一个作品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作品很真实。但是我自己超译之后呢，我解读到的版本，就是我强调我自己超译的版本，它可能没这个意思。那我自己超译之后呢，我觉得它在讲的就是我们在看一件作品，都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。刚刚的苹果插图和这里的超现实主义苹果都是雨宫庸介的作品。这些苹果都是木头雕刻的哦，却能呈现出融化成一滩这种软乎乎的质感，我觉得真的太神了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美术馆真的很值得来逛。出口这里墙上随意的一扇窗，都像是画框一样，把外面的喧嚣定格成画，收纳进这片宁静之中。逛完美术馆，来旁边的咖啡厅休息一下。这里的苹果派形状超级可爱，这是一颗小苹果，它的外皮很酥，然后内馅酸酸甜甜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虽然点餐之后我们真的等了超级无敌久，不过吃到这个苹果派，我觉得我可以原谅它。等待的过程，我也是在旁边的商店区买，所以也不会等到很不耐烦啦。这些是我的战利品，然后还有买一件 T 恤，不过已经丢洗衣机了，所以就没有出现。奈良美智台湾特展的衣服我都不太喜欢，但是在这里看到的衣服图案都好可爱。然后还有这一只国王小狗，我是买 L 尺寸的，我觉得它的质感超级好。给你们看我买的明信片，这一张明信片是在美术馆的出口拿的。这一张是刚刚说的晚安。印章我是买3个一组的，不过它也有卖单个的。纸胶带我是买跟 T 恤同一个图案，它是单一图案重复的那种纸胶带。另外还有买一个是可以在上面写字、便条纸型的胶带。然后它总共是有2个图案，但是会有不同颜色的循环。然后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资料夹，它的质感超好，它是雾面磨砂的质地，我觉得超级值得买的。它上面还给我写学习中，有够可爱。大概买了这些东西，那么回到青森，我们要去吃晚餐喽。最后分享一下我们的晚餐，这个集团在青森红前有好几间分店。刚刚画面中的分店后位要等1个多小时，后来我们不想等，我们就选了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间分店，然后就立刻入座了。这间店面一样是走过路过会多看2眼的风格。
每间分店的菜色特色都不太一样。后来我们选的这一间是以炉端烧作为主题，然后都是这种包厢式的座位。首先一出场的 otoshi 就是一个有搭配海胆的生鱼片，是不是很高级？马铃薯沙拉也是很快就上菜了，它上面有各种鱼卵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感觉我们明天吃东西应该有很幸福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这上面就吃啊。这样是就是陪你尝一，然后追你要的那个你要的空气，然后放尾数感，这样我觉得不错。因为你不是不太喜欢吃鲑鱼以外的生鱼片吗？但他就送了我。所以你还会觉得好吃哦？不过我觉得它的尾鱼是好吃的。可能因为我吃尾鱼自己吃到都是小鱼片，然后比较 low 的，所以想说带鲑鱼跟鲑鱼比起来就多一点，可是它的尾鱼是好吃的。你觉得？我觉得它生鱼片蛮不错的，就是很新鲜，没有对，没有奇怪的味道，对，就是没有筋。这叫什么？洋芋片跟马铃薯。然后还有那鱼卵咸咸的配在一起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因为还有那个洋芋片就是脆脆的口感，然后还有那个咸味，但还好啊，那感觉不会。哎，这个太可爱了吧，它自己手。这个寿司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点点看，你应该不会失望。它是寿司捏好之后，还会拿炭去烫上面的鱼肉，这个瞬间的高温就可以逼出鱼油的香气，然后降低腥味，还多了一股炭香，真的很好吃。这是这里的特产，就是青参，就是我们看人排队排很多的那一家，他那就是招牌的这个。来到青森，当然不能错过凡利贝味噌烧。吃了一口就好想大喊，请给我一碗白饭。它的下饭程度完全也是偷饭贼的等级。接下来就有点小小的悲剧发生了。这一间是扫 QR code 点餐，也有中文的菜单，大家翻译的真的很烂，所以我们基本上算是看不太懂菜单在写什么。然后我又看错 Gemini 的翻译，我看错行，我想点烤凡利贝，结果就送来一条超巨大的烤鱼，所以我们这一餐要吃3只烤鱼，其中1只还是巨无霸。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从荧幕前面感受到，这条鱼真的超级无敌巨大。Thank you。一瞬间就来了。还有一只。一瞬间，我们点的菜都上齐了，只差最后1只烤鱼。其实都很好吃，因为食材都很新鲜，然后也烤得恰到好处。牛排很软嫩，巨无霸烤虾吃起来也真的很爽。要是没有点到我面前这一条超巨大烤鱼，我们应该会吃得更开心、更轻松。而且我们的最后一条鱼，其实也有我的2个手掌这么大。虽然它的肉质细嫩，口感也是很湿润好吃的，但我吃完真的一整个月都不想再看到鱼了。
就像居酒屋里刚点燃的炭火，我抽到了一张预示着充满新希望、新开始的卡牌。希望看完这支影片的你，无论是想尝试新的计划，还是想出发的新旅程，就从这一刻的勇气开始吧！干杯！下次见，拜拜。